美国将军认为，中国会像乌军痛击俄军一样痛击美军，这个观点有点意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绍。最近，美国和日本的智库一直在通过兵棋推演，模拟美军介入台海事务，与解放军发生世纪大对决的场景。而美国军队也在积极地进行改革，包括海军陆战队和美国陆军，都在发展应对大国战争的能力。美军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发展分布式杀伤链，也就是把更多的作战力量改为分散在广阔的太平洋上，要在很多岛屿上建立美军的基地，然后呢部署远程攻击导弹，这样就能避免被解放军的导弹一锅端了。那么美军的这个改革方向能获得成功吗？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长加里·拉夫海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。他说，当美军与中国发生冲突时，前沿部署的美军战舰并不会成为解放军打击的首要目标。中国军队很可能会借鉴乌克兰军队的作战经验，兵不血刃地将美军从中国近海逼走。他所说的乌克兰军队的作战经验，指的是乌军反攻赫尔松时，通过不断的打击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线，最终导致俄罗斯军队的一次大撤退。美军现在对付中国的分布式杀伤链，无非就是将海军陆战队和美国陆军部署在印太的一些岛屿上，通过玩游击战的方式跟解放军捉迷藏。这么搞是为了提高美国军队的战场生存率，但是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。如果美军大量的基地处在一些孤岛上，就需要很多的后勤船只穿梭于西太平洋进行物资补给。美军的补给舰要频繁地往返于这些基地，甚至要往返于岛链基地和美国本土之间。美国海军的作战舰艇数量没有中国多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在太平洋上给所有的运输舰艇提供护航。这就为解放军打破美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创造了机会。或者说，只要解放军干掉了美军的后勤补给舰，美军的印太地区的整个作战体系就玩完了。按照这位美国将军的说法，解放军可以学习乌克兰军队痛击俄罗斯军队的办法来痛击美军，听起来好像很有新意，其实只不过是重复提到了美军在中国家门口作战所面临的战略短板。这个短板的根源是美国本土距离中国太远，而岛链基地又过于分散，给后勤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困难。此外，那些部署在岛链基地上的目标很难隐蔽，威胁中国的同时，自己也是一个活靶子。因此，解放军在打击美军时，根本不需要向乌克兰军队学习，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首先，双方一旦开战，中国军队必然会优先打击美军的攻击力量，重点打击后勤意味着我们要承受美军的第一击，而解放军完全有实力连美军的岛链目标和后勤一起打。第二，打击美军在亚太的大型军事基地和弹药库，远比打击后勤补给船更有效益。放着关岛、夏威夷航空母舰这么好的高价值目标不打，先去打美军的后勤补给船，太不划算。何况这些船只的移动速度比较慢，有的是时间给我们慢慢打。美国在印太地区作战的短板不只是后勤补给，而且就算是美军把一些作战力量分散到了岛链上，其目标仍然相对集中。打击这些目标无非就是多耗费一点导弹而已。以中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导弹技术水平，送这些分散的美军上西天又有何难？第三，美国的后勤补给船是最脆弱的目标，但是打击这些船只往往要求中国舰队要前出西太平洋，其风险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美军面临的尴尬局面是，在中国军队开始打击这些后勤补给舰船的时候，意味着已经将美军在岛链上的目标打残了。最后打不打这些后勤补给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如果解放军无法消灭美军岛链上的火力点，那么前出西太平洋打击后勤补给船就会冒较大的风险。所以美国将军事力量分散部署到岛链上，虽然留下了后勤补给这个大短板，
但是解放军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考虑学习乌克兰军队的做法。我们要做的是先敌开火，先敌消灭，直接将美军在岛链上的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摧毁。就算美军的补给船将补给送上了岸，也难以解决岛链防御作战的困难。只要美军在岛链上的目标被摧毁了，那么这些后勤补给舰船也就失去了作用。解放军此举可以帮助美国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